还真的名副其实的翻车现场。防撞梁和新动壳结构全部取消掉了，后碰的性能应该会比前面要再差一点。车头撞车尾，自己撞自己，马上就开始了，啊，好紧张啊！3、2、1，哦，来了！哇，这个太狠了，直接翻了！大型小车翻车现场太夸张了。 前车整个后部碰到了新能壳的绝线，先逃吧，只能说先逃。这状态不敢买了吧？人在柳州，刚下飞机。遍布全城的微型电动车已经成为这里的名片。坐落于此的上汽通用50，正在和地方政府一起积极地推广着微型电动车，并携手提供了诸多便民政策。这些小家伙价格亲民，使用成本低廉，随处可以找到免费停车位、充电插座，甚至被允许在公交车道行驶。这对于超短途出行来说，简直不要太方便。如此极具特色的新能源车推广和扶持模式，被称为柳州模式。营销暴走花路，销量喜提销冠，与知乎热榜常年相伴的上汽通用50，让人看到了一个民族品牌的新气象，但同时也引来了知友们更多的思考。我想买50宏光 mini EV， 但父母说那种车不安全，我该怎么说服他们呢？对于 mini EV 这样的微型电动车来说，安全性常被人质疑。在交通事故中，它的身材确实不占任何优势，无论是追尾前车，还是被后车追尾，都直接关乎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。为此，我们决定在当地直接采购2台 mini EV， 尽可能真实的模拟一次交通事故，通过碰撞和拆解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用真人开车为回答问题而献身，肯定不行。我们决定动手打造遥控设备，通过 VR 遥控操作实现驾驶和碰撞。OK， 行，没问题。来看一下我们这台50宏光 mini EV 的遥控装置的改造过程。我们就尽可能模拟人去开车的那种方式，油门踏板可以更加的线性，然后呢，刹车呢可以稍微果断一点，回升速度还要再快一点。我猜啊，它大概是全网首个无人驾驶版的 mini EV。哇，用 VR 开50，哎，我是全球第一人吗？走喽，这我专业，这个我小时候就玩过这个。走，哎，哎，这够我玩1年的。音乐走，太可以了。哎，能让我玩够我再撞吗？至于车内的假人，很惭愧，我们确实请不起碰撞实验室里那种身价100万的假人，只能委屈这几位木质的假人完成配重和充当肉盾了。你的最薄弱的环节有可能会在哪儿？防撞梁和新动壳结构全部取消掉了，后碰的性能应该会比前面要再差一点。好呗，那咱们就撞起来看呗。好。车头撞车尾，自己撞自己，这挺期待的啊！马上就开始了，啊，好紧张啊！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出发！来了！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5分钟了，那静置了5分钟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它的温度情况怎么样啊？我们现在呢是看一下它电池底部，因为它这个车是在底部电池是29.3，跟刚才差不多，没有太大问题。不行！我
能逃生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所以我们可以先再来看一下里面的乘员的生存空间的情况。这个鞭打声是吧？对对。凶多吉少。另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，就是它这个轮胎因为后悬实在是太短了，它是不是同时在参与了吸能？因为现在我看这明显是撞击之后，然后这个轮胎在这儿裂开了一个口子。这种其实相对来说是好的，只要不是过早不可控，它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表现。就正规军还是正规军，它是有设计的道理的。对对。两车在发生碰撞后，前车被撞得原地掉头，后车更是在旋转过程中侧翻到了隔壁车道。还好，两台车的电池部分都没有发生异常情况。由于车身小、轮距窄、重心高，这样的车身结构侧翻的概率确实会高很多。但通过慢镜回放可以看到，后备箱在侧翻时竟然自己打开了，这有点匪夷所思啊！由于车头吸能空间非常局促，导致整个车头几乎被挤压到了 A 柱下面。副车架在溃缩变形过程中拉扯了纵梁，导致纵梁根部率先变形。它整个纵梁的前部是没有变形的，但是在纵梁根部发生了变形，这种次序的不对是不合理的。前面该变形的地方没变形，后面这个不该变形的地方它先变形了。为了更好地解读车辆的碰撞情况，我们采集了碰撞瞬间后车车身加速度的波形数据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两车发生碰撞的过程当中，后车的副车架结构撞到前车后轮结构的时候，最大峰值在30亿左右，这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波形。作为大厂，它的碰撞安全设计上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功底。后排右座的假人，我们特意模仿了一些人的使用习惯，没有给他系安全带。在碰撞发生时，假人飞出撞到了前排座椅，可能会间接给前排人员带来不该有的伤害。回看拍摄素材，我们发现固定在车顶的摄影机也被这个家伙给打碎了。建议各位谨记，上车先系安全带，但对于 Mini EV 来说，最好干脆不要坐在后座。一会儿咱们来看看前车车尾的状态就知道了。眼前这台 Mini EV 毕竟是大厂出品的正规军，车头虽然严重变形，但 A 柱是真坚挺啊，基本没有变形，保证了驾驶舱完整性。同样靠谱的还有这钢化玻璃，比老头乐的玻璃可难敲多了。来看看前面这台车的情况，坚不可摧的后桥临时客串了后防撞梁的角色，并毫不妥协地通过纵摆臂把能量传到了车底，对后排乘客脚部区域的地板形成了严重的撕裂，就像扯碎了个易拉罐一样。造成这种情况，因为这个车子没有防撞梁的这样一个结构，所以在碰撞过程中载荷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分解，后车的副支架结构撞到了前车的轮胎以及后桥结构，导致载荷传递到车体的安装区域，会造成第二排假人在膝部区域的侵入伤害。一个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是，受损的门槛底部区域出现了焊点脱焊的情况。焊点失效是一个质量缺陷，极易造成在碰撞工况发生之后乘员的一些伤害。对于车身结构焊点开焊这件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，这对于焊接工程师来说是一种耻辱。由于后排座椅没有头枕，假人的头部及脖梗部分在碰撞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。如果后车的速度再快些，或者后车的撞击点再高些，这颗木头脑袋可能就要裂开了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副驾车门在被撞击后彻底无法打开了。后来我们在拆解白车身时，无奈只能通过拆解铰链的方式将车门卸了下来。这主要是因为整个车体变形之后，尤其是门洞这个区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形，带来了锁扣发生比较大的翻转，从而卡死整个门和车体这样一个连接，非常不利于乘员的逃生的，从而会给乘员带来一些不可预计的一些伤害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池部分的情况。碰撞结束，我们将车辆静置1个小时后，对2台车的电池情况进行查验。电池包呢也都是比较完好的固定在它的原始的这个安装位置啊，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。那不管是那辆绿色的磷酸铁锂版本的 EV， 还是说我们这一台3元的这个 EV 呢，没有出现冒烟或者起火、温度异常这个情况。
回到拆车实验室，我们继续通过拆解来解读这2块电池。左边这个呢是前车的，右边这个呢是后车的。那整体呢外观受了点损，但是里边呢其实还好。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么好呢？因为它小，布置在了车的最中心的位置，也是我们碰撞最安全的这个核心区域。我们在拆2个电池的时候发现，在早期的版本的螺栓呢比新的这个版本的螺栓呢要短，而且呢拆的时候发现早期版本这个螺栓拆完之后再回复的话，它就会有这种滑牙的情况啊，有一些可靠性的问题，所以呢它更换了一些新的设计结构，还是值得肯定的啊。那在另外一个点，就在我们电池包跟车身连接的这个接地线，它的接地点啊有一点点那个生锈了。早期的版本锈蚀的非常严重，这个其实对我们在做等电位这个设计上面呢不是很到位的点啊，这个希望厂家注意一点啊。这2个版本的电池有什么差异性？从结构上来说没什么大的区别，都有这个电加热的这个功能。那么冷却呢，也都是采用自然冷却的这种模式，说白了就没有独立的冷却系统。在使用上面的3元的话，可能在北方会更好一点，因为它对于低温的这个敏感性没有磷酸铁锂那么强。但是因为它都带有加热系统，所以在这个上呢就没有太大的这种倾向性了。如果是我给家人或者朋友去推荐这个产品的话呢，我从它本身的这个热失控的表现形式来看呢，我更倾向于安全一点的磷酸铁锂。说到50宏光 mini EV 啊，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呢？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它整车的这个售价真的太低了。那么这么低的成本呢，大家一定会有个疑问，就是它的电池是怎么做的，以及它的电池到底安不安全？降低成本的最关键因素，究其终极原因呢，其实就是把它的电量和电压平台做低了，这也导致了全流程的这种开发成本、制造成本都降低了。由于电池包使用功率的限制，家用空调16万电源就足够了，你用更大功率的充电桩充电也不会更快了。通过拆解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Mini EV 电池包的防护安全设计呢很一般，没有防爆阀，没有雨幕板，也没有灌封胶。模组上方的这个卷罩呢，也不是用来防火的，这对安全性呢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。从本次宏光 Mini EV 碰撞测试和拆解来看，在这样的工况下，宏光 Mini EV 的电池还是安全的。总的来说，虽然50宏光 Mini EV 整车一共才3万来块钱，但在电池方面也算得上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了。不管是功能也好，系统安全性也好，都没有什么硬伤。降本的理念落实的巧妙并且到位，该有的都有，该省的也的确都省了。成本这件事呢，它的段位绝对是王者级的。从用户的角度出发，不到3万块钱就能买到大品牌正规军，你还有什么自行车呢？如果你只有这点预算，相较于那种无证的低速老头乐，宏光 mini EV 无疑是个更好的选择。虽然老王本人呢并不赞同这种挑战成本底线的做法，但是从从业者的角度出发，也的确看到50在造车这件事情上重新思考、潜心研发、另辟蹊径，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道路。这种精神值得整个行业学习。2021年6月17日，工信部对新版国标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公开征求意见。新标准的推出将开创微电新品类，有效规范目前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产品质量参差不齐、企业鱼龙混杂的局面，将对微小型电动汽车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。规则一旦实施，违规的老头乐将会被彻底取缔。与此同时，现阶段以50宏光 mini EV 为代表的微型电动车也正在走入老年人的视野。违规的老特乐被取缔后，老年人选择50宏光 mini EV 更物超所值吗？绝对是物超所值。通过拆解，我们对50宏光 mini EV 的零部件供应商及成本进行了核算，发现它的成本竟然是高于售价的。以这台测试车为例，通过粗略的成本核算，做出这样一台车，行业采购均价大概需要27000块钱，这有点超乎我们的认知啊。通过我们进一步了解，50其实可以把成本做到24000块钱左右，但如果再加上各种税费、运输费等等，整车成本高达31000元。那它售价低于成本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所谓存在即合理，我认为有以下2点。第一点，保销量。其实很多车企都会这么做，通过设置低价入门车型来保证销量，进而均摊高昂的研发成本。第二点，取低打高，通过拉低产品的入门价格，
引起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。2.88万的微型电动车的出现史无前例，一下就赚足了眼球，节省了大量市场传播费用。但是通过这次采购，我们发现 Mini EV 的低配车型是几乎买不到的。50当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。那么50宏光 Mini EV 是如何进行完美的成本控制的呢？首先，它很好的借鉴了日本 K-Car 的设计理念，通过升高车身来提升车内空间，这样整车重量不会大幅上升，同时还会下降25%到30%的这个成本。其次就是精简的制造理念，除了隔音棉使用量比较少，电池不支持快充以外，很多零件都是直接套用商用面包车的设计理念。例如后桥用的是潘哈德式连杆结构，成本低廉但性能可靠。同时 ，Mini EV 还通过一些集成创新来减少零件数量，从而降低成本。例如，它的驱动电机是直接安装在后桥上的，省掉了大量的连接、支撑和传动机构，就像我们常见的电动3轮快递车的后桥结构。这样缺点就是簧下质量变重了，遇到减速带时，乘客就像快递盒子一样，浑身都得抖上2抖。此外，50在成本控制上还有一个天然优势，就是使用了大量面包车体系的商用车供应商，这会使得这部分零件成本远远低于传统乘用车零件供应商。另外，像车身冲压件、底盘结构件这些，它都是自己来做的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又省了很多钱。最后，对于像 ABS 模块这样一些核心零件，Mini EV 选择了国产品牌联创的产品，打破了国外供应商在此零件上的长期垄断，还是挺大胆的。物超所值的成本控制背后，还有一个隐性利润，就是碳积分的变现。在新能源时代，每一个电动车企都当起了卖碳翁的角色。销冠 Mini EV 就是通过这项政策赚积分、攒积分、卖积分。不要小看积分带来的收入，随着近几年新能源积分的紧俏，每个碳积分从当初的几百元涨到了如今2500块左右。按照 Mini EV 年销30万辆计算，可以为50每年带来5到7亿元的纯利润，名副其实的当上了新能源时代的卖碳翁。50宏光 Mini EV 作为微型电动车的销量担当，总体来说物超所值。但是拆解后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配置是不应该缺席的，比如部分车型缺少安全气囊。此外，我发现后排座椅没有金属背板。在国标中有一项测试叫做汽车行李箱冲击试验，将2块30厘米见方的铝锭放入后备箱，检测在追尾工况中铝锭对后排座椅的侵入情况。但 Mini EV 后备箱没有足够的空间放入这2块铝锭，就免去了这项测试。众所周知，这样的小车安全性本身就低，理应对后排的安全性有更多的加强。但50反其道而行之，干脆取消了后排座椅的金属背板，这套神逻辑简直匪夷所思。对于这种微型车来讲，身材越小就越需要更多的安全配置护航。在刚才的测试中，前车整个后部充当了吸能盒的角色，这还只是被自己撞。如果换成更高级别的车型，后果估计会比现在更加严重。即便它售价足够低，我们也不应该鼓励这些对低成本过度追求、对安全下限不断试探的产品。虽然你物超所值。老年人选择50宏光 Mini EV 可能并不合适。老头乐退却后，确实有一部分人会选择50宏光 Mini EV， 但考虑到违规的低速电动车用户中，大部分其实还都是老年人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比例都没有驾照，而他们的通行半径也只有家门口的这几公里而已。这么看来 ，Mini EV 其实并没有那么贴合他们的需求。那么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呢？在这点上，我们可以参考老年手机的设计思路。老年手机配备了更大的字体、更响的铃声、一键电话、一键报警、即时同步地理位置信息等，这些都是针对于老年人特点的专属功能。而老年人的活动半径小，反应相对比较慢，购物观念更偏实用和性价比，所以说安全且实惠的代步工具会更适合他们。比如欧盟就依据车重、速度、功率划分出了 L6E 和 L7E 2大类车型来满足低速短途代步的需求。他们不必参加 NCAP 的碰撞测试，也不必安装气囊，但需要满足关键零部件的要求。同时，车内还不允许设置 ISOFIX 辅件，以防止安装了儿童座椅造成儿童的伤害。再比如日本，还针对高龄老人推出了电动轮椅，
作为他们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之一。3月23日，工信部发布了低速电动车标准制定会议纪要。以后生产低速电动车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LSEV 的厂商，需要根据乘用车标准下的微型纯电动车分类进行要求。很显然，大部分的老头乐将无法满足标准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将会被全面取缔。既然50宏光 mini EV 无法完全的满足老年代步，而老头乐又在政策的悬崖边跳舞，随时可能乐不起来，那么老年人最终将会面临无车可用的情况。我们在此也希望通过这次对50宏光 mini EV 的碰撞和拆解，呼吁相关车企关注老年人的用车需求，重视老年人的用车市场，让有驾照的老年人未来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车。同时也有相关的政策推出，保证驾驶的安全，包括限制车速、划分专用的专属道路、严禁在高速公路行驶等。而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可以参考日本推出电动轮椅，解决高龄人士购物、就医等必要的外出需求。政策的引导就像是一个导航软件，而一家成熟的企业就像一个老司机，在使用导航的同时，也不能忽视在其他道路上渴求顺便被接上的乘客。无视老年人这个隐形的市场，是对细分市场里用户的不尊重，这无异于把这些乘客所在的小路直接封堵上。老年代步车微光残存，这仅有的一丝光亮，是日出东方的鱼肚白，还是日落大道的最后余晖呢？50宏光 mini EV， 它算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，超低价、年轻化、正规军，多重大趋势下的组合拳，成就了它破坏式的创新，创造了它全球销冠的奇迹。我们开篇提到的柳州模式、花式营销，在快速推进用户认知、占领用户心智的过程中功不可没，但同时粗放式的发展、政策法规的滞后，也会为交通大环境埋下巨大的隐患。你及格线多少分，我就造多少分的车，这固然是岂有此理啊！作为拆车实验室的成员之一，我由衷希望看到这个汽车行业的正向发展，自主品牌的复兴，交通环境的升级，以及在这个过程中，汽车企业们不断的创新、试错、自我迭代的过程。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，让更多的汽车企业正视眼前的灰犀牛，远离舒适区，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。有问题就会有答案，大不了拆给你看。这里是拆车实验室，咱们下次见。喂，3、2，就没电了。